今天的话题关系到你的命，关系到你下半辈子能不能走得顺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活了大半辈子，有没有遇见过哪怕一次完全没法用科学解释的怪事？不要急着回答，先听听我说个真实的案例。这是我在台北看诊的时候，一位开大货车的司机大哥亲身经历的。这位大哥是个老实人，以前从不信鬼神，只信手里的方向盘。在一个台风天的晚上，他开着大货车走苏花公路。台湾的朋友都知道，苏花公路那就是死亡公路，一边是峭壁，一边是太平洋，路又窄又弯。那天雨下得跟倒水一样，雨刷刮都来不及。就在过一个大弯道的时候，对面突然冲出来一辆逆向超车的轿车，大灯直晃他的眼，他本能的往右边打了一把方向盘避让，这一打坏了，右边就是悬崖，车轮子一打滑，整个车头已经冲出了护栏，半个身子都悬空了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，黑漆漆的大海卷着浪头。他说那一瞬间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心里就一个念头，完了，这下真的去见阎王了。他甚至感觉到了车身往下坠的那种失重感，闭着眼睛等死。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秒，怪事发生了。他感觉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，或者说是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巨大力量，硬生生地拽着那个几吨重的车屁股，猛地把他往回扯了一下。轰的一声，车子重重地砸回了路面上，熄火了。他在车里坐了足足半个钟头，浑身冷汗湿透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动都动不了。后来下车一看，那个车轮胎距离悬崖边就差那么几公分。警察来了，看现场都摇摇头说，阿伯，你这不科学啊，按照惯性你这车肯定下去了，你是不是车上载了什么神仙？他回来跟我讲，尼斯，我以前不信邪，但那一晚过后我信了，这世上真有我们看不见的东西。诸位听到这里，你们不妨也回想一下自己的人生，可能是擦身而过的车辆，或是几乎踩空了一阶楼梯，你却毫发无伤，仿佛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将你拉了回来。又或者在人生走到十字路口无助的时候，脑中突然闪过一个清晰的念头，指引你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，身边的人都拍着你的肩膀说，哎呦，你真是福大命大，吉人天相。你嘴上笑笑说运气好，运气好。可是当你夜深人静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你自己心里或许会有一丝疑惑，这一切真的只是幸运的巧合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，护法神。佛书上说，宇宙间有一股能量，你有功德，自然感召许多善神在你身边护持你。再用大白话来讲，什么叫护法神？这就好比你在人生的旅途上，除了你自己这个驾驶员，副驾驶座上其实还坐了一位看不见的老司机。古人讲，猫有9命，我们人呢，等于其实是很脆弱的肉体凡胎。年轻的时候，不管是拼事业还是当兵做工，哪一个不是从风里雨里闯过来的？怎么偏偏就是你能够平平安安活到现在，儿孙满堂？除了你祖上积德，除了你八字里带贵人，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因，就是你身边有这个护法神，这个隐形的保镖，它的层次比我们高。我们像蚂蚁一样在地上爬，只看得到眼前这一寸路，前面是个悬崖，蚂蚁是不知道的。但是护法神他在高处，他在另外一个维度，他看得到全局，所以他能在灾难发生的前一秒，通过你的直觉，通过你的梦境，甚至通过让你身体突然不舒服来阻止你去送死。这不仅是保命，这叫生命的韧性。你不要觉得我在讲迷信，在中医里我们讲心藏神，当你的神气充足，心念纯正的时候，你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胃气，这就好比是身体的防卫罩。在玄学上，这就叫同气相求，感召善神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很多人会问，尼师啊，那我怎么知道我身边有没有护法神呢？我又看不见他，是不是非得去庙里丢个小才问得出来？我跟你讲，完全不需要，你自己就是最好的感应器。接下来我要教大家怎么去读懂生活中的那些暗号。如果你听懂了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这么多年那些让你倒霉让你心烦的破事儿，竟然是护法神在救你的命。这一点非常关键，听懂了，你下半辈子的活法可能就要变一变了。大家要知道，护法神救人从来不是大张旗鼓的，他的手段非常高明，通常是润物细无声，
甚至有时候还会让你觉得有点倒霉，有点烦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天机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它不能明着告诉你前面有鬼，它只能用那种让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把你的命给抠回来。我给你们总结了3种最典型的暗号，你们听完以后自己回去琢磨琢磨，这一辈子有没有遇过类似的经历？如果有，那你真的要赶紧烧高香了。第一种暗号叫做死局里的火眼，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在必死的局面里给你留了一只眼，让你活下来。我们在风水上讲，这叫生门。我举个例子，大家在新闻中应该看到过，一个人正好端端的走在人行道上，可能正想着晚上吃什么，突然哐当一声巨响，就在他脚尖前面不到10公分的地方，一个从10几楼掉下来的花盆，或者是一块装修脱落的大招牌砸得粉碎，那个碎片像子弹一样到处飞，旁边路人的腿都被划伤了。可是他呢，就站在那个爆炸点的中心，或者是刚好站在2块掉下来的招牌中间那个唯一的空隙里，虽然满身都是灰，可是拍拍身子一看，连层皮都没破。这在物理学上根本解释不通啊！那个高空坠物的冲击波，那个飞溅的碎片，怎么可能独独避开了它？在玄学上，这叫结界。就在那个东西砸下来的一瞬间，他看不见，但是他身上的护法神出手了，他瞬间张开了一个高频的能量场，把那个小小的空间给死死罩住了。所有的冲击力，所有的危险，遇到这个气场都被自动弹开了。这不叫运气，这叫护身气象。这种事如果你遇到一次，就是祖上积的大德，是护法神在物理层面上给你挡了实实在在的一劫。第二种暗号叫做莫名其妙的阻碍，这个最常见，但也最容易被大家误解，最容易挨骂。比方说你要出远门，票都买好了，行李也收拾好了，结果临出门前突然肚子痛得要死，上吐下泻，或者是什么，或者是家里水管突然爆了，满屋子都是水，又或者是你那个护照明明就在抽屉里翻箱倒柜，就是找不到，搞得你心急火燎，满头大汗，最后眼睁睁看着时间过了，飞机飞走了，火车开走了。当时你肯定气得要死，对不对？你会拍桌子骂娘，会觉得今天怎么这么衰，是不是出门没看黄历，诸事不顺？你甚至会埋怨老天爷，为什么我要做点事就这么难？为什么你要拦着我？但是请注意，过了几个小时，或者到了第2天，新闻报道出来了，那个航班出事了，那趟火车脱轨了，或者那条路上发生了严重的山崩落石，埋了好几辆车。这时候你正躺在医院挂急诊，或者在家里修水管，看到新闻的那一瞬间，你那一身冷汗哗了一下就下来了，你才恍然大悟，哎呦，原来那个肚子痛不是病，是救命啊！原来那个护照找不到，是神仙遮了我的眼啊！各位，从中医的角度讲，这叫神不守舍。当巨大的危险逼近时，你的元神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潜意识或者连接护法神的那部分已经感应到了，但是你的大脑逻辑还不知道，还想着去赚钱去玩。这时候护法神为了留住你，他没办法，只能通过攻击你的肉体，让你痛，让你病，或者通过干扰物质世界，让东西消失，硬生生把你的行程给截断了。他看得到前面有坑，他不能明着跟你说，他只能用这种让你不舒服的方式把你留下来。这就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如果以后你再遇到这种想做坏事没做成，想去显地没去成的情况，千万别生气，停下来深呼吸，想一想是不是老天爷在保护你。第3种暗号叫做精准的时间差，这个就更神了。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记性都不太好，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你在厨房烧了一壶水，或者是炖了一锅肉，然后你走出厨房去客厅看电视，或者是接了个电话，甚至有的人累了躺在沙发上睡着了，这事儿太常见了，对吧？看着看着，你完全把厨房里开着火这事儿给忘了。但是就在那个水刚刚烧干，锅底刚刚开始冒黑烟，甚至火刚刚被溢出来的汤浇灭，瓦斯开始外泄的那一瞬间，你在客厅里突然心里咯噔一下，或者莫名其妙的一阵心慌，甚至有人说是听到有人在耳边很大声的喊了你名字一下，你噌的一下就从沙发上跳起来了，根本来不及思考，本能的冲进厨房。
一进去那个烟刚起来，或者那个瓦斯味刚飘出来，你手忙脚乱把火一关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再晚进来5分钟，那就是火烧连营，或者是瓦斯中毒，整个家可能就没了，甚至连邻居都要遭殃。可是为什么偏偏就是在那个临界点，不多1分不少1秒，你突然就想起来了，是谁把你叫醒的，是谁让你心慌的？这种精确到毫秒的计算，不是你那迷迷糊糊的人脑能做到的，那是更高维度的智慧在帮你。护法神他们在看不见的维度时刻盯着你的安全，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猛地推了你的神识一把，让你惊醒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度。易经讲10位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就是吉，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位置就是凶。护法神就是那个帮你把时间卡得死死的人。总结一下，如果你的人生中反复出现这3种情况： 1. 死里逃生，毫发无伤； 2. 因病因事错过灾难； 3. 千钧一发，精准避险。那我得恭喜您，这几乎可以肯定，您的身边正有着一位甚至多位尽责的护法神，他们在时刻护佑着您，为您挡风遮雨。但是讲到这里，很多朋友就会问了，尼斯，既然有护法神这么好，那为什么他选我不选别人？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好，还是因为我有钱，还是因为我平时烧的香比较贵？各位，我要给你们泼一盆冷水，也要给你们吃一颗定心丸。护法神选人那是很挑剔的，他们不是现实中的保镖。现实的保镖，你只要出得起钱，黑社会都能雇来给你站岗。但护法神是高维度的生命，那些金钱、地位、名声，在他们眼里跟废纸没有什么两样。他们看重的是你骨子里透出来的那股气，这股气要是对路了，你就是个乞丐，他也会像敬重国王一样守护你；这股气要是歪了，你就是家财万贯，他也离你远远的，甚至还会把你身上的福报给收走。那这到底是个什么标准呢？在中医里我们讲同气相求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是什么样的磁场，你就吸引什么样的东西。你的肝不好，你就容易发怒，你就吸引那个怒气；你的肾气足，你的志气就高。在风水命理上也是同一个道理。你要想留住这位隐形保镖，甚至想感召更高级别的护法神，你得具备下面这2个鲜明的特质。你听听看自己能做到几分。第一条标准，心地要厚，绝对不能薄。古人讲4个字叫宅心仁厚，这个厚字太重要了，它是承载福报的地基。什么叫厚？什么叫薄？我看过太多所谓的聪明人，现在的社会大家都讲精明，讲不吃亏。你看那种薄的人，满脑子都是算计，买把青菜都要把烂叶子摘干净再称重，跟兄弟姐妹分家产，哪怕少拿一块砖都要争得面红耳赤。看到别人倒霉，他心里甚至还暗暗窃喜；看到别人发财，他眼红得睡不着觉。在我眼里，这种人是最傻的，是最没福气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气是浮的，是燥的，是尖酸刻薄的。这种磁场就像是一根针。护法神是什么？护法神是纯阳之体，是厚重的正气。你浑身长满了刺，正气怎么靠近你？根本靠不近嘛。反过来，什么样的人叫厚？就是那种大家口里的傻人，明明知道这件事自己吃点亏，但是想着算了，大家都不容易，笑一笑就过去了。看到别人受苦，心里会真的难受，会想要去帮一把，甚至宁可自己受点委屈，也不想伤害别人。这种人表面上看是傻，是好欺负，但是在法界看来，这叫德光。你的心地越善良，越宽厚，你身上发出的那个光就越亮越暖。在另外一个维度里，你就好比是黑夜里的一根火把，护法神就是循着这个光，顺着这个热度找来的。所以老一辈常说吃亏就是占便宜，这话真不是安慰你的鸡汤。你吃的那个亏，其实就是你交给天地的保险费。老天爷收到了，护法神收到了，到了关键时刻他就保你一命。那些精明算计的人，省了一辈子的钱，最后可能一场大病，一场意外，全部送进医院，连命都搭进去。这就叫机关算尽，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第2条标准，手心要向下，不能总向上。什么意思？这还是个形象的比喻。手心向下是给，手心向上是要。你要是去观察一下那些特别容易感召护法神的人，
通常都是那种热心肠，不管是亲戚朋友遇到难关，还是路边看到个陌生人跌倒了，只要在他能力范围内，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，那是毫不犹豫的伸手去帮。而且最可贵的是什么？是他们帮完就忘，他心里不图回报，不图人家给送钱，也不图人家请吃饭，这叫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这种行为就是在给自己积攒福德之粮。大家要晓得，护法神虽然不收钱，但他们是靠功德来滋养的。你做的每一件善事，发出的每一份善念，都是在给你的护法神提供能量。你看这种手心向下的人，人缘通常都好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平时散发出去的都是善意，周围的人都愿意亲近他，即便偶尔遇到个把小人，或者有些摩擦，也总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阳气足，正能量场太强了，那些阴邪的小人，倒霉的事情根本进不了他的身，或者刚一靠近就被他的正气给化解了。这就是因果的循环，你发出去的是善念，回来的就是善缘，这一层一层的善缘像茧一样把你包裹起来，这就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层。护法神其实就是这个保护层的管理者。反过来说，那些整天手心向上，只知道索取，不知道付出的人，哪怕他再有钱，他的磁场也是匮乏的，是黑洞。护法神看到这种黑洞，只会绕道走。所以各位长辈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没钱没势，就做不了功德，就招不来护法，大错特错。你可以看看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老人家，没什么钱，穿的也朴素，但是整天笑呵呵的，谁家有事都去帮把手，看到流浪猫狗都要喂口饭。这种人往往最长寿，最无灾无难，儿孙也最孝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符合天道，天道自然会护着他，这就是最好的风水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应该明白了，所谓的护法神，不是你在庙里花500块钱买个挂件就能请回来的，它是被你自己的德行感召来的。你是一块磁铁，你如果是心地厚、乐善好施的黄金，你自然吸引财富和贵人；你如果是刻薄、自私的废铁，你自然吸引锈迹和垃圾。这道理就这么简单，但做起来那是一辈子的修行。那么既然大家知道了选人标准，很多人的心里可能又在犯嘀咕了，尼斯，那我这辈子也没干啥惊天动地的大好事，我就一普通人，我身边到底有没有护法神？如果有，是从哪来的呢？这就要讲到更深一层的秘密了。护法神还真有分类，来源不同，力量也不同，这里面的学问大了去了，甚至跟你前世都有关系。接下来我要给你们揭秘护法神的身世之谜。第一类，天界派来的特种兵。这一类护法神那是真的大咖，我们可以称之为来自天界的护法真神。能够感召到这类护法神的人通常都不简单，这种人往往是带着特殊的任务、特殊的使命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。我也许说的玄一点，这种人在过往的某一世可能不是一般的老百姓，他们或许是为天下苍生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忠臣良将，或者是对修行法门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大成就者。因为他们以前做得多，管得宽，必然也得罪过不少人，结下过不少梁子。那些心怀怨恨的恶势力、负面能量可能也会跟着他转世而来，想要伺机报复，阻碍他这一世的任务。老天爷是公平的，既然派你下来干活，就得保证你的安全，不能让你还没干活就被弄死了。所以天界就会派遣护法神，像特勤人员一样全天候保护，确保他们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，性命得以保全，不被邪恶力量所侵害。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人理解为天选之人，但是各位不要以为这是什么美差。我看过很多这样的命盘，这类人的磨难与考验往往比常人更多、更重、更狠。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这种人从小到大可能多灾多难，身体不好，或者家庭破碎，或者事业起起伏伏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天爷在磨练这块铁，要把它炼成钢。虽然磨难多，但有一点，他们绝对死不了。不管遇到多大的坎，总能在最后关头绝处逢生。这就是天界护法神在起作用。你可以受罪，那是消业，但你不能死，因为任务还没完。第二类，来报恩的老相识。这一类护法神
跟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关系更密切，这一类占了 90% 以上。说白了，他们就是我们过去生生世世以来所结下的善缘，是来报恩的。也许你在几百年前的某一世曾经是个员外，在闹饥荒的时候施粥救活了一家老小，也许你曾经是个郎中，免费给穷人看病，甚至也许你只是路边的一个乞丐，把手里唯一的馒头分了一半给一条快饿死的流浪狗。千万别小看那个馒头，也别小看那条狗，众生平等，万物皆有灵。那份深厚的恩德，对方刻骨铭心。那个生命在轮回中发愿说，恩公，我今生无以为报，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，做鬼神也要护佑你。这不仅仅是一句戏词，这是一股强大的愿力。当他们往生后，如果没有立即投胎转世，便可能以另一种生命形态成为你身边的守护者。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挺身而出，用救你一命的方式来偿还当年的恩情。这也就解释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护法神是会轮班的。有的朋友会觉得，怎么前几年我很顺，这几年好像感觉那个护佑的力量变弱了，或者感觉换了一种风格。那是因为当一位报恩者完成了他的心愿，把你从生死关头救回来了，恩情报完了，那个因果链条就解开了，他可能就会放下执念，安心去投胎，去下一段生命旅程了，他下班了。这时候如果你过去积累的善缘够厚，还帮助过其他众生，那么下一位感恩图报的善缘债主就会接替他的位置，继续守护你。这就像什么？就像接力赛。由此可见，广结善缘，不吝啬施舍恩情，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。这就如同我们在生命银行里存钱，你平时存进去的一笔一笔无形的善缘存款，到了关键时刻，这些存款就会自动提现，化为保护你的力量。你存的越多，你的护法神队伍就越庞大，你的命就越硬。讲到这，我必须得敲个警钟。既然有报恩的，那自然就有报仇的。这个世界是平衡的。反观现实生活中，有些人的行为模式真的令人惋惜。凡是自私自利、斤斤计较，整天想方设法占别人便宜，甚至陷害别人的人，这种人不仅感召不到护法神，反而会招来一大群充满怨念的冤亲债主。那是真正的债主，是来讨债的。他们会怎么做？他们会挡你的路，遮你的眼。本来能成的生意，最后黄了。本来身体好好的，突然查出个怪病，怎么治也治不好，家里鸡飞狗跳，孩子不听话，老婆天天吵。这就是因为你的磁场太黑了，你欠的债太多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，每一次与人为善或与人为恶，其实都在调整自己周遭的无形风水。你是在给自己请保镖，还是在给自己找杀手，全在你的一念之间。好，我们把护法神的前世今生讲清楚了，你知道了，他们可能是老天爷派来的，也可能是你以前救过的老朋友。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更实际了，也是大家最关心的，尼斯，既然他们就在身边，我平时该怎么跟他们相处，或者说我该怎么供养他们？这里面的学问很深。很多人虽然身边有护法神，但是因为不懂得接收信号，反而把护法神的好意当成了倒霉，结果生了一肚子气，把福气给赶跑了。还有的人瞎拜一气，把外面的孤魂野鬼招进家里供着，结果家破人亡。所以接下来我要教你们如何听懂暗语与正确供养，这部分至关重要。首先我们要先学会配合。既然我们前面说了，护法神是通过直觉和阻碍来救你，那你以后就要养成一个新的条件反射。记住我这句话，当你的直觉和大脑打架的时候，请听从你的直觉。比如你出门明明想走这条路，心里突然发毛想换条路，这时候你的大脑会骂你神经病啊，绕路多麻烦。哪怕只有1秒钟的迟疑，请把听那个直觉的那个直觉，往往就是护法神给你打的紧急电话。再比如遇到突如其来的阻碍，车坏了，闹钟没响，肚子痛，以后遇到这种事，千万别再像以前一样拍大腿骂娘了，你要马上意识到这是红灯，是保护。你要做的是深呼吸，把那个要爆发的怒火压下去，在心里默默说一声收到了，谢谢。你这一声谢谢就是给护法神最好的回应。你心平气和了，磁场就顺了，灾难自然就绕道走了。学会了怎么配合，接下来就可以谈供养了。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。老祖宗讲究礼尚往来，人家保佑你，
你得表示表示。但是拜神绝对不是乱拜的。接下来我要给护法神做个分类，告诉你谁是真正的老大，谁是你可以请的保镖，而谁又是你绝对不能碰的危险分子。现在外面很乱，很多所谓的大仙、狐仙，或者是来历不明的英灵、将军，还有人教你供养什么古曼童，千万别碰。这些本质上不是神，是妖，是鬼修。这在行话里叫养鬼。你以为你在供神，其实是在跟阴邪做交易。刚开始可能给你点甜头，让你发点横财，等到后来他就会吸你的精气，搞得你家宅不宁，甚至祸延子孙。这种供养不仅没有功德，反而是在造巨大的罪业，一定要避而远之。那我们要拜谁？当然是拜正神，拜佛菩萨。搞清楚这个了，接下来就是怎么拜，有什么禁忌，这些生活中的细节我得手把手教你们。以下这3条铁律请务必遵守。第一条，绝对禁止血肉腥膻，这一点我是要拍着桌子强调的。不管你听外面哪个大神说要杀鸡宰羊，或者是供什么生肉血水，通通不要听。正信的护法神，特别是出世间的佛菩萨护法，那是慈悲为怀的，见不得杀生。你弄一盘血淋淋的肉放在那，那是对他最大的侮辱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血肉之气最容易招惹那些喜欢嗜血的妖魔鬼怪。你以为你在供神，其实你是在喂鬼。如果你长期供荤腥，你家里那个磁场就变了，变得阴森森的，那些真正的冤亲债主闻着味儿就来了。所以记住了，贡品一定要肃静，鲜花、水果、清水、饼干、糖果，这些最干净最美好的东西才是正神喜欢的。第二条，细节见人品，别把你的口水喷上去。这一条很多老人家容易忽略。在摆放贡品之前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洗手，把手洗得干干净净，把水果擦得亮亮堂堂。摆放的时候要心怀恭敬。这里有个细节，古时候讲究防止口气染污，就是说你不要正对着贡品呼吸，更不要一边摆一边跟旁边的人闲聊，唾沫横飞。哎呦，王大妈，今天的菜价又涨了。你一边说这话，一边摆苹果，那口水全喷在苹果上了。你觉得护法神会想吃这个苹果吗？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，体现的是你的恭敬心。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，要止语，要专心。第3条，千万别拿你自己都不想吃的东西去供养。供养的本质是什么？是在修炼我们要懂得舍得的那颗心。我见过有的人买水果，好的留给自己吃，把那些快烂的、有点磕碰的或者打折处理的便宜货拿去供神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糊弄。你连神都敢糊弄，你这个人的福报能有多少？记住了，最好的贡品就是你自己最喜欢最珍惜的东西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苹果特别甜，你舍不得吃，把它先供养给护法神，这才是真正的供养。贡品不在于多么昂贵，你不用非得买几千块钱的水果，而在于那份我把最好的给你的心意。外面的贡品摆好了，里面的贡品也就是你的心也要打扫干净。大家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要拜神？如果是为了保佑我发大财，保佑我儿子考状元，保佑我把隔壁老王比下去，这种发心叫私欲。护法神是护持正法的，不是你的私人管家，更不是帮你满足贪欲的帮凶。你的心如果只有芝麻大，是感应不到大护法的。真正的供养要有大格局的发心。1. 愿我能像您一样生出利他的菩提心。2. 愿我身边的一切众生都能因为我而得到利益。3. 愿我能扫除一切修行的障碍，不管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。这是一个天壤之别的界限。倘若你的发心是为了利益更广大的众生，那么护法神一定会如影随形地护佑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的目标一致了，这叫志同道合。你想做好事，他也想做好事，他当然要来帮你，给你送钱、送人、送健康。因为给你就是给众生，所以最好的供养不是你烧了多少高香，而是你的心量有多大。心量大，福报才大。讲到这里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秘密。我们讲风水，讲算命，其实最高级的风水不是你家大门朝南开，也不是你家祖坟冒青烟。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人心。你看那个福字怎么写？一见一，
一口甜，那是外在的，但是福报的根源在于心田。你心存善念，你的气场就是暖的，就是亮的。那种亮光在法界里看得清清楚楚，天上的神明，过往的圣贤，他们就像蜜蜂找花一样，是顺着这个香味找来的。如果你心里阴暗、自私、刻薄，整天算计这个恨那个，你的气场就是黑的，是冰冷的。哪怕你花几百万请个金身佛像放在家里，那个佛像也不过是一块铜，一块木头，神灵根本不住在里面，因为那里太冷了，太脏了，反而是那些喜欢阴暗角落的妖魔鬼怪会住进去。所以我看了那么多命，得出一个结论：善良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结界，慈悲是这个宇宙里最高的护法。当你开始发自内心的去爱护身边的人，去同情那些受苦的众生，甚至对伤害你的人都能升起一丝怜悯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向外去求什么护法神了，因为在那一刻你就是菩萨，你就是神。天地之间的正气自然会汇聚在你身边，山河大地，一草一木都会成为你的护法。这就叫得道者多助。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；你若慈悲，天必佑之。这一点希望各位能够真正参透，向内看，把你心里的那盏灯擦亮，这点十分重要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快要结束了，我想请大家做一个动作，是为了你自己，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善言。你可以写下这4个字：平安吉祥，或者写下你对家人的祝福，愿父母健康，愿儿女顺遂。甚至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帮到了你，你可以写我愿广结善缘。为什么要写？因为语言是有能量的，文字是有咒力的。当你把你内心最美好的祝愿打出来，发出去的时候，你就向宇宙发射了一个正向的信号，这叫口吐莲花。这么多人一起传递这个信号，这个评论区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正能量磁场，每一个进来的人都能沾到这份喜气，都能得到这份加持。愿你心存善念，多行好事，愿护法神常伴左右，护佑你一生无灾无难，福寿安康。我们下期见。